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种恐怖的武器——二向箔。它形似薄膜，却能让整个三维世界跌落成二维平面，带来毁灭性的降维打击。这是想象中维度的力量，但维度的奥秘不只存在于科幻。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物质的二维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材料王国。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广宇团队成功研制出厚度仅为头发丝直径20万分之一的单原子层金属，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的制备，开创了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当金属降维到原子层厚度，它们会展现出哪些神奇的特性？二维材料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实的世界中呢，所有的物体呢，都是由3个维度来定义的。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它有长，有宽，还有高。这个书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它有好多的页儿组成的。那把其中的一页给它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2维的，它只有长和宽，没有高，没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话呢，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子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话呢，它组成一个3维的物体的时候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长宽高。那么当把这层原子的话呢，在一个2维的这个平面上把它铺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2维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就是2维材料。2维材料的定义呢，就是由单层或者少层的原子组成的一个材料。这一层的厚度呢，只有1页纸的100万分之一。未来的无限可能就藏在这薄薄的一层2维材料中。我是张广宇，今天我来开讲。二向箔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武器，它是把这个3维变到2维，这产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通常呢也形容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呢叫降维打击。那么当材料从3维变到2维以后的话呢，它会产生许多新的物理的现象。目前石墨烯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2维材料。它的母体是石墨，那石墨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比如说一个1毫米厚度的石墨，它就有几百万层的石墨烯。石墨烯呢，非常的这个薄，但是的话，它的机械强度又非常高。比如说一个原子层的石墨烯，它上面的话甚至可以站一头大象，这相当于是把一头大象放在一个铅笔尖上这都没有问题。这种超高的机械强度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这个防弹衣的材料。另外呢，石墨烯的话，它也有这个对电磁波的这个全光谱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石墨烯也可以作为一些隐形战机的这个涂层。那大家一定会认为2维材料的话，这很神奇，这个得到它也非常的困难。但实际上得到这个2维材料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石墨烯。那么石墨的话，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那么其中的一层就是石墨烯，比如说一个几百万层的石墨，把它1分为2，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1半，对吧？你再把这1半再1分为2，又变成了这个1/4。那么持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你再做20次到30次，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剥离出一个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就是一个实验室里最简单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它也有局限性，它的一定是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机械的反复的剥离。在过去
那二维金属是怎么压出来的呢？那么我们是这个发展了一个叫范德华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们要把金属融化，让原子活起来。我们现在做的金属呢，就是金属壁。那么我们把金属壁放在这个衬底之上呢，把它升温到290度。这个时候呢，金属壁就会融化。第二步，我们就是用2片衬底把这个融化的金属把它夹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夹层的结构就是金属壁在2层衬底之间会形成一个薄膜。这是一个预压的过程，就是让它展开。第3步就是把预压的片子放在这个高压的压机之中继续压。那么这个高压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几百兆帕的压力，那么同时它的温度也一直处于熔点之上。那么在持续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二维金属。在经过压制以后，那么我们把金属给它取出来。那么这个片子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二维金属样品，但是目前肉眼是看不见的。对，怎么才能看见它呢？我们要对这个样品进行光影显微镜的观察。这个就是刚才压过的样品呢，中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二维金属，像旁边的这一块这整个的都是二维金属的样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维金属的话，在中间的话，它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尺度也比较大，大约是几百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如果要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子的话呢，那这个光影显微镜就不够了，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样品拿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看，它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样品里边的话，它的晶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俯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二维金属的原子排布的结构，那么侧视它的这个1层原子还是2层原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5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二维金属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样品，那么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的话，这意味着这个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啊。你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那就是看手了。比如说我有的学生的话呢，他可能做样品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同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在基础的表征做一些器件的加工比较快。所以这个不同的人的话，他这个擅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擅长的方向是，第一是动脑，第二是动手。我非常喜欢拆东西。从动手做实验之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乐趣。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那我可能会兴奋的这个一晚上这个睡不着觉。前面看到我们利用小的压机的话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只有几百个微米这么大，那么如果把二维金属用起来的话，那它的尺寸肯定需要更大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设备，这是一个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一个设备，那么它可以对更大的样品，如果用这么大的样品去制备出来二维金属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实用化的探索了。我们制备的二维金属，它的厚度达到了原子极限，那么它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00万分之一，也是头发丝直径的20万分之一的厚度，是极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象一下，那么用一个边长为3米的这样的立方体的金属去制备二维金属的话，那么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将会铺满北京。工作发表以后呢，自然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的同行，他们评价这个工作采用了一个 low-tech 的技术，简单的技术去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实验的手段的进步，我们要做更多的材料。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的未知的二维的金属需要去探索，
通常啊，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识呢，它是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因为它太小啊，很难看清。但是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的每一次的进步，都会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会改善我们的科技，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老朋友来到开讲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物理世界的奇妙。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此刻在我们桌上就摆着很多高精尖的材料，我也不太敢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对它的杀伤力也不了解。它万一是个什么二向箔这种，我本来3维的高度也就这样，再一碰给我弄成2维的，我怎么办？刚才开讲当中的我们的开讲嘉宾还说了一句，说我今天要带一位老朋友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开讲现场。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宇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有请2位。撒老师好，欢迎您，欢迎您。再次掌声欢迎2位。2位请坐。所以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曹老师一块儿来聊您的这个研究项目？曹老师呢，他和我是同事，他相当于是我的老师。那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了。曹老师呢，他在现在的科普工作的话，做的是非常的擅长。哎呦，不敢当。有些专业性的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一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让人来接受，但是蔡老师也讲起来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生动啊。这是我们互相可以做一些这个弥补和碰撞。今天我也很想接触一下您带来的这些高精尖的科研，但是您还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我自己不敢随便碰。比如说上面这2块，这2块呢是一种2维材料，它是在蓝宝石上外延出来的一个原子层的二硫化钼，它很薄，但是你能看到一点点的颜色。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原子层？对，这个呢就是它二硫化钼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层状材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外延出整个覆盖的就一层原子层这样的一个单层的二硫化钼。这几种2维金属分别是什么？这是几种2维金属，因为这个盒子上没有标这个标签，所以您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这几种东西，您如果不在显微镜下去看，看不见，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常见的我们做的金属呢，就是这个铋，还有铟、锡、铅和镓这5种。在灯光下，你还是能看到微弱的反光。也就是说，它哪怕只剩1层单原子它也能反射光芒。是的，这个样品的话，它就是这2层中间夹一层金属，把它压到极限的状态，就是中间就夹了一层2维金属这样的一个样品，一个3明治的结构。因为刚才我听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说到一个好像类似叫砧板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压针。我们比如说打铁，有个铁针，底下垫着的那一块，垫上这块，垫着的这个呢，就是上下2个东西垫着这个加压，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所有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些2维金属材料，都是用您的这种压的方法给它做出来。是的。2维材料的制备方法的话，主要有2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胶带去撕，这也是最开始石墨烯被发现用的一种办法。大部分的2维材料都可以用这种撕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制备出来。什么样的特殊胶带？就是普通胶带，我们学生都是在超市里买的。就是这个。然后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东西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后来。是的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这地方的前提呢是那个材料本身是层状。诺贝尔物理奖就在超市里，就看你是能不能发现，能不能买对东西。
今天在你们开讲的过程当中啊，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到的，他说用胶带真的能撕出诺贝尔奖，它的高科技高在哪儿？凝制被二维金属的方法有一个评价叫 low tech， 这个 low 怎么理解？有多 low？ 诺贝尔奖是撕出来的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通往二维世界的一扇门。那这个门后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它给全社会人类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种新的物质和应用这种新的物质的一个机会。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有可能是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它会有非常决定性的东西。这是比获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Low tech 是和这个 high tech 是这个不是相对的 ，high tech 叫高科技，那么 low tech 呢是叫传统技术。我们是 low 在传统，我们是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方法，然后的话是解决了一个金属是否在二维的解决了一个过去没有人做出来的事儿，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底层的技术。门这个概念太重要了，高就高在我打开了一扇门，所以你说为什么 low？ 因为确实它这太传统了。那这个压的思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灵感突然想到咱们为什么不把它压出来？我们有做二维金属的想法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当时是看了一个视频啊，给我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做金箔的一个工艺。南京的吧，是好像对，我们南京做金箔的，对，它有一个非遗的技术，古建的艺术的古建筑的镀金的鎏金那些工艺啊，都是用到这个金箔的工艺。金箔非常薄，那么它可以做到就是几微米啊，甚至纳米的尺度。它就是通过把一个金箔，先是一个金的片，对，反复的打，对，它是打一次延展出一次，然后它对折，对吧？然后的话加上以后再打。因为金属呢，它具有这个延展性，对。那么通过施加压力让它变形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过程的话，让这个金属的原子的话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思路？但是当然了，你要形成原子级的这么薄的原子级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样品的话，就靠敲打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试了这种用压机去加一个高压去压它。我们一开始压的话也压不到原子级的薄，一开始压，但是我们能压到纳米，压到10个纳米左右。这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压的时间短。后来的话，我们说，哎，学生有一次说压的时间再长一点，能不能达到极限状态呢？那个学生压了1天1夜，最后发现，哎，可以，最后压到了1个原层的厚度。这是一个巧思，当然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好像就是说没花费多少。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就像刚才你看了半天，看不出那是2维的表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巧思，要去善用那些日常生活里也许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技术。对。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积累。其实就你退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上，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你像撕也好，长也好，撕一层东西下来，或者压出一个扁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概念里可能从小就知道。但实际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实上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只不过在这个概念上，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概念实现了。是，这一点我同意。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里边的话，有2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就是把事情做得从简单越来越到复杂。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物理学界有一个大科学家叫这个P.W. Anderson，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这个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变得复杂以后，它就不一样了。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量变会引发一个质变。
这是一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一方面的思考。More is different. More is different. 对，这是一个思潮。那另外一个思潮呢，是事情可以做的复杂的事情可以做的很简单。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这个小撒说的非常对，这是很多在时尚界大家喊的口号。对对，这个在物理界也是这样。简约就是美。对，简单就是美。那么像石墨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二维的东西是大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一直做不出来。那么它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技术的手段，就是用胶带，一个2块钱的胶带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平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够高。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用了2块钱的事情解决了一个最难的事儿，我们用了是一个2万块钱的设备来解决了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和人家相差的还非常的远啊，这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了。但是我在就是平常也在跟我的学生互相讨论中，也是有意的去培养他们，就是你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关键是你要跳出传统的这种思维的羁绊也好啊，就是限制也好，那么你要跳出去。其实往往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往往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去解决。对。接下来一个问题，有位观众说，我还是想杠一下，2维材料本质上还是3维的，毕竟一个原子也有厚度，没有达到0。我是用杠的语气在说，所以科学研究领域当中，2维到底存在吗？那个曹老师专治杠精多少年？来，不过他说的有道理，确实，他说的有道理，原子也有厚度，对吧？物理学呢有一个第0定律，叫我们的物理世界是3维的，就是我们运动就一定是3个独立方向，前后，左右，上下，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不足3米宽的马路，那么我在里面走，我就既可以前后走，我也可以左右横着走，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2维的，这话没错，对。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开车呢，只能前后。所以说这个巷子是几维的？1维的啊，就是当我们说相对于某种物理行为或者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2维和1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你得在场景里去看。哎，对，从这一个我作为物质的存在，我不可能比单原子更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就是实现了一个2维的材料。而且像这样的材料，就是说它打开的一种可能性有很多应用。那在我看来，就是说哪怕是后续就是一点用没有，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进展。为什么呢？不是，肯定会有用。哪怕一点用没有，张老师马上不，因为我想说是急了。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目的，它就是要表明我们人类我们能够。就是说，金属本身倾向它是不愿意成层的，但是现在抛开应用不谈，就是你能够把它做成原子单层，表示我行，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张老师把您刚才那个语言刹住了，但眼神没刹住那个。对，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理解物理的世界的话，我们底层是数学，那我就是要去建一个模型。那我数学的模型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个2维的模型去解释它，去描述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2维的。那么我们限定在2维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就一个原子层它就是2维材料，2个原子层、3个原子层，我们叫少原子层，都是2维材料。就是只要你具备在数学描述上具备这个2维的特性，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2维材料。但是它更厚的时候的话，它就和块状的材料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时候就是体材料，我们叫它叫体材料。哦，对。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金属的原子的特性360度，它都会有这个相互作用的可能。对，您压的时候，可以给它压成，比如一个单的原子层。对。但一旦这个压力撤掉，就比如说您要把它取出来或者怎么的，一旦把那个砧板，拿开，它会不会自己突又变成团状？这个萨老师，你适合做科研。已经有20多个科学家这么说过了，我觉得这事应该不是恭维了。严格意义上，二维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用了上下2层二硫化钼把它保护起来了。就等于是一个很活跃的乒乓球，它四肢就愿意跑。但是我用2堵墙给它夹起来了，你跑也跑不掉。就像您说的那个3米的马路，对，但车只能在这里边。没错，我就限制了它在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得稳定，它就是一个严格二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解决二维金属的其中的另一半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在这儿。这个跟物理学家聊天啊，一方面是烧脑。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感兴趣的话，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那你聊着聊着，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甚至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己能跟物理学家对话的错觉。接下来我把这些错觉传染给你们。今天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带着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畅聊，谁先来？来，张老师好，曹老师好，三老师好。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沉迷于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你后来毕业了吗？毕业了，毕业了。沉迷于，就相当于那会儿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喜欢读科幻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象未来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研究生1年级了，然后我特别激动的看到当时小说里面出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 AI，比如说脑机接口一个一个的变成了现实。就以脑机接口为例吧，科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能够找到用什么材料才能植入人的人体，让人能通过意念来操控物理世界。这个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人的能力的边界。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想问老师，二维材料它能不能融入人体，或者说它能不能拓宽我们的一个人的能力呢？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大约3、4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这层材料。这个单层原子层的二硫化钼，我做了一个人造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它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的话，就可以传给你大脑的神经。但是我们是实验室的结果哈，并没有做这个人体实验。但是原理上我们是做过的，就是原理上验证是可行的。我们当时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视力的话总是有限的，对。那么我们是对红外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紫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可见光。可见光。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我做一个人造的视网膜，我把你原来的视网膜给你换掉，这样的是你半夜的时候不用灯，出门就行。出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半夜一起来，哎，好亮啊！怎么回事？是的，或者说我不替换掉，在我们现在的视网膜外边再加一层。这样的话你又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种，像隐形眼镜一样，或者说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是植入的概念、兼容的概念，它就很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植入以后就放在你的视网膜的外边，它可以增强你的视力。你可以看到，既看到紫外，也可以看到红外。哇，太厉害了！能够增强视力，能不能增高呢？哎，也有可能吧。增高啊，增高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增高的问题解决比较容易，加个鞋垫就行了。
这么 low tech 吗？我就想起来，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也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老师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是未来二维金属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推动我们的文明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会不会又会带来一次业界的革命？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开展的事情。因为你回看这个文明史，最开始是用石头、石器，然后用铜用铁又用半导体、用硅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那么我未来的话是什么？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这个元素了，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些新的技术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这些底层的话都是基于材料。所以材料的突破呢，最底层，未来我们预计二维金属在信息量子这些领域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这应用的场景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要去试验一下，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行，探索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能力在哪里，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这个不好说有可能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至少的话呢，曹老师说，万一什么用都没有呢？对，至少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试试看刚才同学提问中提到了，就是说一些材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促进，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仅仅看到了材料，那个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了铁器和钢铁时代的时候，它伴随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进步，实际上相应的产生了结晶学、晶体学等等。那么相应的，当今天我们做出了这种原子单层的这个金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个材料本身的行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就是它的光和电的行为，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我打个比方，就理解刚才您这段话，有点像中餐的发展。一个食材出现了，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拿来直接吃就完了。对，我们的就是公众看到的就是这一道新的菜，但是对于厨师来说，可能是围绕这种新的食材我发展的烹饪学，所以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类背后一个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的积累。下一位，刚刚老师说到做视网膜，我在想，如果我们给它做成一个类似胶卷的东西，然后胶卷它是比较厚的嘛，所以说它卷起来。这么厚一叠胶卷，它可能也就只能放个2-3个小时的电影。但如果我们把它用刚刚说到这种结构，每一层只有3个原子那么厚的方式去给它卷起来，它能有多高的信息密度做一个信息载体？有可能我做这么小一圈的胶片，它就可以把我们古往今来所有的影像、图像记录全都记录在上面。请问为什么不用硬盘？因为《三体》里边说过一句话，叫把字刻在石头上，是我们能够维持信息的最长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的硬盘真的坏过很多了，很痛心。能看出来他还是个文科生。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也蛮具有启发性的。其实他是揭示了我们为什么要做2维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做存储。就是以前的用胶带磁带这些，后来到了有软盘、硬盘，它揭示了这是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把信息的密度呢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存储的这个单元变得越来越小，你的信息的密度自然会越来越高。你如果用一个原子去做存储的密度的话呢，这原则上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大的存储的介质。目前已经可以操纵几百万个原子，然后的话给它展示这种存储的是否可行，这个是有工作在做的。就做成极薄的这种储存材料、储存介质，很浪漫。这个想法确实很浪漫。谢谢。下一位。
三位老师好，你好。我最近也是刚刚入手一本书，非常巧，就是我们曹老师的那本《从物理视角看唐诗》。您在书中说过，在唐朝的时候，杜甫的诗中就已经有“物理”这2个字了。我想问的是，杜甫诗中的物理和我们如今的物理有什么区别呢？杜甫的诗里有“物理”2个字，而且有很多地方，杜甫的很多诗里，但是跟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物理这个学科概念应该不一样。其实完全一样。杜甫的有一句在严谨里有一句叫“物理故自然”。那么今天我们物理，你英语比较好，你知道我们西方语言就叫 physics 和 physics， 对不对？那就来自希腊语的 physics， 它就是自然的意思，大自然。因此，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学问，我们都可以管它叫 physics 和 physics， 就是物理故自然，就是这是一些自然现象的理解，事物的道理，都是物理。难以想象的是，实际上唐诗里面，这个物理的内容非常多。我觉得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解可能甚至要深。我突然刚才想起来一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广宇研究员他这套工作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做出这个2维金属的那个东西叫压针。唐诗里有一句叫“捣衣砧上拂还来”，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对，这句诗里面的物理是什么？你看啊，捣衣针，捣衣砧上，这就进入到广宇研究员他们研究的第2步，要挤压。怎么办呢？把那脏衣服放到一个压针上，上面再加一个锤子，把它什么砸。所以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你要砸。砸了以后，就把什么里面脏东西呢，就给挤出来了。说你拿到清水里涮，再来一次，清水里一涮，这洗干净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这块石头这个针上面就外延了一层什么？水膜，它就反光了，就反射月亮的光。难怪叫一片月。这时候洗衣服它是脏的，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水啊，要浮到水里面。你一浮掉呢，就把我这个平面呢，给我破坏了。破坏了你就看不着月亮。你再等一会儿，我这个水膜又恢复了平静，你看我又看见月亮了。所以这叫捣衣砧上拂还来。大家参考这一句，就可能理解我们张光宇研究员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唐朝的诗人就是光会写字、会抒情。其实唐朝的诗人的物理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在刚接触物理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公式，简直看着就让人害怕。实不相瞒，我比较惭愧的是，我本来是理科生，结果物理没有学得特别好，现在转职成文科了。为什么会有一种沦落感？文科多好呀！我想问一下2位老师，就是在面对物理这门难以理解的学科的时候，2位老师是怎么鼓起勇气踏身其间的呢？怎么鼓起勇气的？我回应一下这位同学的提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觉得物理这么多数学符号啊，或者是这么多东西啊，这么难啊，就是我们和你的感觉是一样。其实物理对我们来说也是难的。我并不是关注物理学的整个的什么都做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和曹老师做的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物理学的这一个大的森林里边，那我们就采那森林底下的一个蘑菇，我们可能就做这一点点的事儿。所以这是你是采着蘑菇了，我还空手而归呢。你如果专注于做这一点点的事儿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为什么我和曹老师都走到了物理这个是我们胆子大吗？一个胆子大吗？不是，鼓足勇气走进物理世界。我做这个物理学这个门类，我觉得是非常必然的。那个我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喜欢拆东西，喜欢拆东西，然后的话就想了解里边它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现在的话，我呢就努力成为一个我
我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去认识世界，然后的话呢，我会把我所带来的一些认识，错误的认识把它抛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选择的，它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说很开心的就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也需要一些懂物理的主持人。这位同学说，我当年是一个很优秀的理科生，然后学不来物理，然后又转了文科了啊。我们的主持人说，怎么让你说的有一点个沦落感？我个人的理解是，文科实际上对学问的要求反而是高的。比方说，我们说研究人类历史，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对，那好，同样是历史学者，你觉得一个历史学者是一个纯所谓的历史学者，和一个对材料科学有相当理解的历史学家，谁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就进展会理解的正确一些？那显而易见。当然，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上初中开始学物理嘛，我觉得物理它挺讲理的嘛，物理嘛，有个理，哎，我这门学科挺讲理的，就挺好玩嘛，啊，是讲理，哎，得讲理嘛。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的5门理科里边吧，啊不，连英语算的话，算5门，英语、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嘛，那么这5门课里呢，我的物理是最差的，物理考最差，所以说呢，就可能有点不服气的心，要加强一下。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所以我就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去读物理了。哦，那时候是这么搞，我物理最差，所以上了物理系。但上了物理系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误，发现这个物理真难学，咋样死活也学不会。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今天稍微多少明白了一点这个物理。那么这地方我也提醒同学们，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知识啊愣分成文科和理科，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知识绝没有说我拿个刀1分为2，对，这边叫文科，这边理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很开心的聊天，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哪怕你回去记不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专用名词，什么二硫化钼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今天在这儿某一个瞬间，你触碰到了知识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引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好奇，这足以。谢谢，今天真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光是了解了二维金属，这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从2位科学家的身上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以及研究科学的那种乐趣、执着、那种沉迷的幸福状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这样的幸福状态。谢谢2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也有请2位在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上签上2位的名字。在2维的世界探索无限可能。掌声谢谢2位老师，让我们共同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开讲再见。风雨浇灌的彩虹，懂得汗水坚强和执着。